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平医师王丽慧。今天要跟各位讲到的是癌症肌少症。关于这一群癌友们，肌少症它就不是只有肌肉流失的风险而已啊，肌少症甚至是可以这个癌症预后的指标。我们发现到呢，各种的癌症，如果它合并有肌少症的话，它的预后都不良。那么预后呢，包括就是说呢，它可不可以呢有存活率比较久一点，然后尽量不要去住院，能够过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然后他在治疗、放疗、化疗的时候，他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治疗，然后不要中断。然后再来就是呢，他这个毒性的这个反应会不会造成他口腔溃烂很厉害，或者是肠胃道溃烂很厉害，会不会吐得很严重，或者是说皮肤疹很严重，或者是不能喝东西嘛，因为就是这个黏膜都破了，这些都算是预后。肌少症呢，几乎可以就是去预测说预后会比较不好，各种癌症都是这样子哦。甚至我们就是有发现到说，这个肌少症啊，它在癌症到恶异质体质的时候，它也同样是里面的一个角色哈。比如说什么叫恶异质呢？就是呢，癌症真的严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体质非常的虚弱啊，它就是几乎是水谷不进啊，到厌食的地步。然后这个时候呢，它的肌肉分解流失非常的快。那不只是肌肉呢消三裸吧，它甚至连脂肪都分解掉。因为我们发现到啊，它这个整个基础代谢在静态休息状态的代谢速度也变得很快。我们通常都说呢，哎呦，我最近就是基础代谢变慢了，所以我喝个水啊，吸个空气都会胖这样。可是癌友们，因为他们这个体内这个癌症啊，严重的蔓延、无限制的生长的时候，它会耗掉这个人的所有的那个能量跟营养，所以它代谢速度变得非常的快，吃进去的就是不够那个癌宝宝消化掉的。然后再加上呢，癌友们常常被劝告，就是说不要再吃肉了，你赶快转素食。所以呢，很多人就会很担心说吃肉可能会养到癌宝宝，让癌宝宝养得很胖又很大，然后变得长得很快这样，所以他们就不太敢吃蛋白质。那事实上，如果你正在做化疗或放疗的时候，这个身体承受的压力非常的大，你这个时候真的很需要有蛋白质的补充，要不然你这个身体会直接拿你的瘦肉啊去当作能量，就直接把蛋白质拿去消耗掉，然后来供应你这个身体所需要的 nitrogen 的这个氮的这个平衡。所谓氮的平衡啊，就是说你吃进来含氮的这些个食物呢有多少，然后你身体消耗掉的这个含氮的这些能量有多少。那通常在这种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它是一个负氮平衡，就是吃进来的远远都不够消耗掉的，所以呢好像也有在吃，是吃一点点而已，结果这个身体呢就是一直快速的消瘦的非常厉害。这个就是表示你身体里面是一个负的氮平衡的状况。到底那个吃蛋白质会不会造成那个癌症恶化呢？我们比较觉得糖分造成癌宝宝迅速增长的可能比较多，所以我们一再的讲过，就是说呢，戒糖或是减糖哦，比较能够减少这个癌症的发生或发展或它进展。那蛋白质的话呢，我们觉得是必须要的。如果你真的不敢吃肉的话，那么请你在植物蛋白上面好好的补充。所以这个营养的支持呢，是从一开始就很需要，不是因为你前面刚刚被诊断出来有癌的时候，你好像身体还拥啊，所以你就觉得说你好像不需要这个时候来补充什么。即便你还是拥啊的时候，就应该要提早的审慎的介入这个营养的辅助跟支持啊，不是等到说剩下那个3个月寿命的时候才赶快来用营养来支持，这样就是太晚了。因为呢，我们现在发现到很多的癌症啊，它其实还没治疗，它就已经呢肌少症了。很奇怪啊，不是因为治疗才造成肌少症，而是在还没治疗之前，它的肌少症普遍的发生率就蛮高的。所以呢，癌友们啊，还没治疗前就有肌少症，这个非常密切的相关，大家一定要非常审慎的注意。好，那我们讲到说，这个整个发炎的状况也很严重嘛，所以发炎是产生肌少症的一个病因，发炎也是癌友们常见的一个体质。那如果治疗下去的时候，当然发炎就更严重了，那这个也是要非常的注意。等一下我们后面讲到营养的时候再跟各位讲。那现在我们分不同的部位的癌症来跟各位讲他们跟肌少症之间的关系。那首先就是这个头颈部的癌症跟肌少症的关系。那这个癌症就是呢，在还没治疗之前啊，这一群头颈部癌的这个癌友们，我们就发现他将近60%都有肌少症，这非常的奇怪。然后呢，如果是有肌少症的话，其中大概有1/5啊，他们都会遭遇到治疗的中断。那我们说头颈部的治疗大部分是放疗嘛，它其实没有跟这个什么白血球啊、血红素有那么密切的关系。那所以为什么它会治疗中断呢？
通常就是不可承受啊，可能这个皮肤就是烂得很厉害啊，然后照下去之后就没办法吃东西啊，像这样的这个副作用很大，我们就称之为是治疗产生的毒性很大。那果然在有肌少症的这个头颈部癌友里面呢，有45%的人，我们都发现啊，他们发生很严重的这种毒性反应，他们3年的存活率也是偏低。有肌少症的癌友，他们会对这个放疗发生毒性呢的这个发生率是没有肌少症的那一群的人的3倍。接下来我们看到上消化道的癌友们的话，我们发现啊，他们呢在还没治疗之前就有30%的人有肌少症。那治疗之后呢，肌少症会增高到60%的人都有，一治疗下去之后就迅速的肌肉流失。那他们经历治疗，不管是化疗或放疗啊，上消化道大部分可能我们会化疗为主了哦。上消化道的癌友，如果他们有肌少症的话，他们这个细胞毒性很严重啊，有80%的人都会发展到这个3度以上的一个毒性。那如果是没有肌少症的这一群上消化道的癌友啊，他们毒性可以发展到第3度以上的就只有50%，有肌少症跟没有肌少症，他们整整就差了30%。接下来我们先看子宫颈癌。子宫颈癌的话，晚期的子宫颈癌，我们发现他们的肌少症的这个发生率的话，大概是有3到5成。那治疗下去之后呢，直接就可以有60%的人全部都肌少症了。那如果是他的骨骼肌质量指数的下降有超过1成的话，比如说你的骨骼肌质量指数你原来是6，然后呢你下降超过1成的话，就是你直接变成5.4，那你就少了0.6嘛，这样就是下降超过1成。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发现呢，这个子宫颈癌特别容易复发，而且会早期复发，也会存活率变得比较低。所以就是如果你的肌少症比较严重的话，你不但是会提早复发，而且你还会存活率下降。所以我们在这个子宫颈癌里面，我们甚至可以说啊，肌少症可以去预测你的细胞毒性啊。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骨盆腔里面的膀胱癌。膀胱癌它的肌少症的发生率非常高，它有68%到72%呢，它都会有肌少症。但是呢，治疗前的话是68%，治疗之后是72%，那还没治疗也将近70%啦。我们也看到在膀胱癌的这个朋友里面是这样。那如果是有肌少症跟没有肌少症呢，它的5年存活率，有肌少症它的存活率就只有5成，那没有肌少症的话，它的5年存活率是7成以上，72%。那我们看到整体存活率，我们就不管是几年啦，也许你就是活到1年、活到2年、活到3年，它整体的存活率活到10年，我们把它全部平均起来的话呢，有肌少症的人，他整体存活率是4成，然后没有肌少症的话，它的整体存活率是7成。那讲完了这个各个部位不同的癌症跟肌少症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现在就要来讲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预防他们的肌少症，或是治疗他们的肌少症。如果你可以把肌少症处理得好的话，你就可以帮助到让他的这个癌呢预后比较好，甚至连这个癌细胞的这个恶性度都有关系啊，住院日都有关系。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运动嘛，我们当然除了这个有氧运动之外，要防止或者是改善肌少症，我们需要有阻力运动，也就是重训。但是癌友们因为他们体质很脆弱，又加上因为他们在做治疗的过程当中是身体非常不舒服的，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就是说让他去健身房因为健身房可能又接触太多的人，我们也怕如果癌友的抵抗力不好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去，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需要呢帮他就是呢客制化。像我们抗备疾患中心的话，我们就会呢特别的去选择一些适合他们能够做的，除了器材之外，我们会针对他当天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呢，去给他一些辅助性的，比如说呢，我们一样要结构性的做，我们一样要暖身、热身、平衡，然后呢，弹性、柔软度、拉筋这一些，然后必须要再加上自由重量的训练，或者是弹力绳的训练，或者是呢举重。这一些可以把它辅助下去，但是要看他能够承受的这个程度。那有少数呢的癌友确实是不太有办法做运动疗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再做一些更舒缓的就是在他能力能够承受之内的结构性的一个建议，非常的需要，因人而异。再来我们讲到营养呢，我们知道我们都很多的癌友在用麩酰氨酸那么麩酰氨酸啊，或者是这个精氨酸啊，或者是 HMB 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机不可失的这个第2集啊，如何预防，这里如何存肌精，这里有跟各位讲过，它呢是适合在这个运动之后的30分钟之内呢去补充。在食物当中，像绿色花椰菜这些东西就会有 HMB 嘛，但是在癌友当中，他们这个食欲已经这么差了，你还要逼他去吃那么多的什么蔬菜啊，这个大家不可能，所以可以适量的给他一些 HMB 的补充。
那如果是这个 omega 3，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癌友的身体里面发炎很严重，然后肌少症也是发炎很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另外的补充 omega 3、EPA、DHA 啊这些东西，维他命 C、维他命 D 这些。有少数的研究没有看出来这些东西有帮助，但是还是有一些研究看得出来呢 ，omega 3啊、EPA、DHA、维他命 C、维他命 D 这些东西对于预防肌少症的帮助，这个大家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哦。如果预算上可以的话啦。那我们刚刚讲到，如果进行氨基酸补充，或者是麩酰氨酸补充，或者是这个精氨酸这些 HMB 这些的补充的话，目前是有看到，就是如果你好好的补个半年的话，它的瘦体重就是叫 lean body mass 呢，可以增加到1公斤哦，所以还是养得起来的，就是要有信心，持之以恒啊，努力的养。那么营养的及早介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跟各位讲一次，虽然很多的癌友就是把钱都花去买各式各样的这个大家推荐的所谓的抗癌保健品，或者是说在医院里面的正统的这些治疗啊、标靶啊，也花掉各位很多的钱，所以呢，在营养上大家呢都没有那么注意。可是其实营养是一个根本啊，如果还有其他的预算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加什么什么什么抗癌的保健品，但是呢，你首先你的预算应该要放在你的营养上面，把你的营养顾好啊，避免掉你在癌症的过程当中呢，你这个肌少症越来越严重，那这样的话就也可以一定程度的帮助你，让你的癌症的预后变好。谢谢各位。